赛车比赛里，到底是领奖台的名次更重要，还是藏在成绩背后的格局和温度更动人？看完这次 WSBK 英国多宁顿公园站的全程比赛，小编心里真的五味杂陈。说实话，单看最终排名确实不算亮眼。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德比斯2场正赛打完，分别拿下第8、第10的成绩。很多不懂赛事的路人，第一眼大概率会吐槽。之前连拿6个分站冠军，封神全场，现在直接掉到第10，是不是状态拉垮，实力退步了？但真正懂车、懂赛场的老车迷，看完全程只会说2个字：可惜。为什么可惜？因为德比斯在受限的情况下，硬生生跑出了全场唯一最快圈速1分28秒850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星球热点。国际大事从不缺席，舆论场中抽丝剥茧，聚焦独家中国资讯，点赞、订阅加小铃铛，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。全场唯一最快圈速是什么概念？简单来说，就是这台车的极限速度、硬件上限、赛道潜力完全不输杜卡迪、雅马哈、凯旋这些百年欧美日系老牌豪强。只是赛车竞技从来不是只看极限速度，车况适配、赛道属性、轮胎损耗、车手节奏，每一个细节都能左右最终排名。这场比赛德比斯开局真的打得超亮眼，发车之后一路猛攻，一度冲到全场第5位，和前排顶尖车手贴身缠斗，丝毫不落下风。奈何多宁顿赛道本身属性太特殊，完全是3缸车的短板赛道，后半程高速起伏弯太多，尾速劣势凸显，轮胎损耗崩盘，最后4、5圈车辆稳定性大幅下滑，名次才一路回落，最终遗憾第10完赛。哪怕成绩不尽完美，但德比斯赛后的一番采访直接看哭无数网友。没人逼他说，没人要求他表态。这位曾经被豪门车队扫地出门，34岁险些告别职业赛场的弃子车手，真诚坦言：“我现在真的感觉自己就是中国大家庭的一份子，能加入这里为中国品牌征战赛场，我真的太幸福了。”他还特意分享了自己最真实的心声：“以前我在欧洲比赛，现场观众撑死6万左右，热度有限。自从我签约张雪机车，开通中国社交账号后，我的粉丝直接暴涨到300万，所以我拼尽全力想要来中国参赛，不是为了流量，不是为了热度，我就是想回馈所有中国车迷，回馈中国市场给我的偏爱和一切。”听完这段话，谁能不动容？国外赛场无数外援车手大多都是拿钱办事，打完走人，只为薪资和成绩。但德比斯不一样，他是真的感恩，真的走心，真的把自己当成中国车队的一份子，把中国车迷的支持记在心里，念在心里。除了感人的双向奔赴，这次英国站还有一件事也非常值得说道。按照 WSBK 多年的传统，每站比赛结束后都会举办官方慈善拍卖会，车手的头盔、皮衣、手套、战靴全部现场拍卖，所有收益全部用于公益慈善。这是赛事延续多年的暖心惯例。往年的拍卖氛围有多平淡？起拍价几十、几百英镑，大家每次加20、50英镑慢慢磨，一件拍品能拍到几百英镑就算不错了，偶尔破千就能成为全场焦点，从来没有激烈竞价，没有热血场面。但这次多宁顿站的拍卖画风彻底变了，当德比斯的冠军头盔、卡里卡苏洛的比赛机车服上台之后，整场拍卖直接封神。竞拍一开始，价格从100英镑稳步爬升，几轮畏惧之后突破1000英镑。按照往年惯例，接下来又是慢慢加价，温和拉锯。结果就在这时，现场所有人都懵了。车普车总直接举牌，一口气从1000英镑直接报到5000英镑。你们没听错，不是几百块慢慢加，是直接翻5倍。现场外媒记者举着相机当场愣住，全场竞拍者瞬间失语，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连见惯了各类拍卖场面的主持人都以为自己听错了价格，特意跑下台反复确认金额。短暂的死寂过后，全场瞬间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，从零星声响迅速蔓延成全场轰鸣。但这还不是终点，后续只要有人加价，车总就毫不犹豫立刻举牌，干脆利落，零犹豫。那种势在必得、志在必赢的气场，直接让所有国外竞拍者望而却步，主动放弃。最终，德比斯的冠军头盔以7000英镑的天价成交，直接刷新 WSBK 官方慈善拍卖单品历史记录。卡里卡苏洛的机车服也以5000英镑成交，2件赛事荣誉装备总计1.2万英镑，全部由中方独家拿下。
外媒集体破防，疯狂报道。真正让他们震惊的根本不是1.2万英镑的金额，而是这件事背后的意义。往年 WSBK 慈善拍卖举牌竞价的全是欧美日资本、海外大佬，中国人从来都是旁观者。但这一次，中国人堂堂正正站上世界顶级赛场的公益舞台，不内卷，不作秀，用最霸气的方式致敬拼搏，致敬热爱，致敬善意。关于这次的比赛名次，网上不少人觉得，明明跑出全场最快圈，为什么最终只能拿第10？是不是车手拉垮，车队退步了？对于这个问题，张雪本人在赛后也进行了解释。这里小编给大家整理总结一下。首先，第一点，也是最核心的客观原因，多宁顿公园赛道是本赛季最克制张雪 820RR 三杠战车的天敌赛道，天生属性不匹配。很多人不了解这条赛道的恐怖之处，全长 4.023 公里。12个弯道，7右5左的布局，看着平平无奇，却是 WSBK 全年制动难度5星、容错率最低的变态赛道。前半段是高速起伏盲弯区域，连续高速弯道超大横向 J 力，极其考验车身稳定性。后半段直接切换重刹慢弯模式，7次高强度重刹，单圈总刹车时长高达24秒，对轮胎、散热、悬挂都是极致摧残。而张雪机车 820RR 是三杠车型，核心优势集中在中低转速、出弯爆发力、低速弯道灵活性，最擅长低速多弯、节奏紧凑的赛道。但多宁顿满是高速起伏弯、长距离高速滑行，刚好完美克制我们的优势，放大我们的短板。高速路段尾速干不过4杠竞品，连续起伏弯车身稳定性不足，高强度制动下散热跟不上，三大硬伤同时爆发，对手4杠车在直道轻松拉开差距，我们的中低速弯道优势根本没有发挥空间，被赛道特性直接封印，这是物理规律，不是车手努力就能改变的。第二点，本场暴露的核心技术硬伤，连续多战未解决的老问题彻底爆发。首先是起步扭矩调教过于保守，2回合比赛全部开局掉位置，起步爆发力不足，直接导致德比斯每一次都要从后排一路超车追赶，全程被动，前期超车缠斗过度消耗轮胎，比赛还没进入中段就已经给自己挖下大坑，后半段根本没有容错空间。其次是轮胎战术适配失误，本场车队选用软配方轮胎，优势是前期抓地力强，出弯灵活，但弊端极其明显，高速连续缠斗下损耗速度翻倍，比赛中段过后，后轮抓地力断崖式下跌，出弯不敢满油加速，彻底失去超车窗口，只能被动跟车，被对手超车。最后是散热系统短板，高速长距离行驶后动力衰减严重，后段加速乏力，越是焦灼缠斗越没有竞争力。这些问题不是本站突发状况，是连续多站遗留的老毛病，这次在适配度极差的多宁顿赛道被无限放大。第三点，车手个人适配与战术选择的取舍。实话实说，多宁顿赛道本身就是德比斯的职业生涯短板赛道，他征战 WSBK 多年，在这里从来没有上过领奖台，高速起伏弯的走线节奏、车身控制始终达不到最佳状态。本场比赛轮胎持续衰减，德比斯的选择非常理性，优先稳车，优先保积分，杜绝摔车。职业赛场摔车意味着0分退赛，拿分是最稳妥的团队选择，但代价就是缺少搏杀的攻击性，不敢极限走线，不敢满油冲刺，在需要拼极限、拼容错的高强度对决里，自然拼不过放手一搏的对手，稳保住了积分，但也丢掉了排名，这是战术取舍的必然结果。不过低谷归低谷，短板归短板，我们绝对不能全盘否定全队的努力和优势。首先，德比斯目前依然稳居积分榜年度第2位，在全车系 BOP 配重限制、赛道不适配的前提下，稳定拿分的能力完全对标杜卡迪、雅马哈等顶级大厂。作为全场唯一的中国自主品牌战车，能在世界顶级赛场稳定拿分，本身就是历史性突破。其次，全场最快圈速实打实证明，赛车极限硬件、核心动力、底盘潜力完全在线，短板只是调教、适配、散热等可优化的细节问题，不是根本性实力差距。最关键的是，车队已经精准锁定所有问题，整改方向清晰明确，
下修窗口期，技术团队将重点优化3大核心：升级散热风道，强化后摇臂刚性，重新调教起步扭矩输出。下一站9月4日，法国马尼库尔赛道。是德比斯的优势赛道，低速多弯的布局完美切合82022三杠车型的核心优势，只要整改到位，调教适配，绝对有强势翻盘的机会。最后，小编想说，赛车是一整年的长跑，不是单战定胜负的短跑。赛季初6冠封神是实力，不是运气。本站遇短板赛道失利是短板暴露，不是实力倒退。敢于正视差距，直面短板，不逃避，不洗地，才是中国赛车最可贵的底气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，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，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。关注我的频道，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，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。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。